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那今天我要来处理我车厢的顶棚。那原本我没有要把车厢顶棚的绒布撕掉，重新去贴我们的隔音棉，因为我车顶有一整片的太阳能板，还有箱子，其实车顶已经没有太阳可以照到的地方了。那我本来没有打算处理，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些事，反正说来话长，那就不说了。总之，我就是把车顶原来的绒布全部撕干净，然后清理干净。那车顶上这个横杆，我也拆下来。这车顶横杆本来也是都有贴一层绒布，那都把它清干净，重新喷好漆。那我面前有3种不同的隔音棉。那这一卷白色的，本来我就是要买来贴我的车顶棚。原本我的绒布是没有要撕掉，就是用喷胶的方式喷一层强力胶上去，再贴上这白色的隔音棉。那后来我就觉得麻烦，就没有用，然后这一卷就一直放着。那这个隔音棉黑色的，它是一层的，这种白色是很多层。这一层的隔音棉黑色，这个是我买来要做我的车厢底板，要贴在木板下面，要贴一层这个隔音棉。那另外这一卷比较大的，就是我这次买来要处理我的天花板。那这一卷我也没有拆开，我先把它拆开看一下。那我们看到我这个隔音棉，它外面是有一层铝板，就很薄一层。它其实跟这个材质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外面没有一层铝板，这个是有多一层铝板。那这个隔音棉的厚度只有0.6公分。那我买的这个加铝板是1公分的。看一下，我把这个车顶的绒布还有横杆的绒布都清掉之后，它这个中间的空隙是大于0.6公分的。我这个0.6公分厚的隔音棉插进去其实是松松的，所以我买这个1公分厚的隔音棉有带铝板的，它上去这个横杆压上去才能顶住，厚度才够。那这个现在都没有贴的时候，非常的吵，整个车顶那个铁皮的声音噪音很大。那等一下我要测试这3种材质它的隔音效果跟它的防火效果如何。那我要先贴，贴完之后剩下的材料再来做测试。那这一卷它的宽度是1米，长度是10米。那我不知道材料够不够，因为我也没贴过嘛，就买一卷先来贴看看。那就先直接开始贴，看要贴直的还是贴横的比较好贴。等一下再来做测试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，我把车顶横杆4根都拆下来了。那接下来贴这个隔音棉。那我们看这个隔音棉，它是有带背胶的，就是后面这一层纸撕掉，粘上去就好了。那我看一下，如果要贴从车头贴到车尾直的，这样可能太长不好贴，因为这个宽度是1公尺嘛，我就一段一段贴，就接起来。反正之后我车顶还会做木座，会全部盖起来，所以是看不到的。就算等一下接缝贴的不漂亮也没关系，那一段一段会比较好贴。那就剪这个车顶棚的宽度贴上去，再接下一段。这个背胶非常的黏，它这个一粘到铁板再撕起来，它这个后面的这个棉就会粘在上面就掉了。它的胶非常的黏，所以这个非常难贴。后来我是从中间先压住，然后到旁边，等一下这边要把它塞进去。那这个不好塞，后面这一块不好弄，等一下中间可能会好贴一点。因为刚贴第一块，先把背胶撕掉，要贴的时候它就会粘在车顶棚，就很难移，很难贴。那这一块我背胶还没有撕，我先放上去，然后把它的位置对准后，再来想办法把背胶那一边纸撕掉，看这样会不会好贴一点。我现在先把旁边的纸撕掉，先固定一个角，然后纸一点一点慢慢撕，这样看会不会比较好贴？
那现在把里面的纸撕掉。好，我贴好了。那我总共是剪了3片，因为这个隔音棉的宽度是1米嘛，那长度是10米。我没有整片这样贴，我是用它的宽度1米下去贴。那前面这2片都是1米，最后那一片95公分，我有剪掉一些。那这个车顶的宽度加这个弧度下来，第一块这边145公分，第二块这边143公分。那车头那一块最难贴，因为它后面这边比较宽，大概142，可是到我们的挡风玻璃上来那边只剩120几公分宽，所以裁切比较难裁切。那这个在贴真的非常的难贴，因为它的背胶非常的黏。你只要一连到我们的铁板上面去，如果你贴错要撕起来重贴的话，你一撕起来这个棉就会掉，就会这样。所以你贴上去就不能再撕下来，就没有重贴的机会，所以你要对得很准。那我这3块145，3块才4米多，那我这一捆是10米长，其实半卷就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下刚刚一开始我们片头讲的那3种材质，它的防火性能是怎样，还有它的隔音效果。那我们3种我都切一小片下来，那我们现在用喷枪来烧它，看它的防火效果是如何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种这个多层的，里面有包棉，它的号称有阻燃效果，可是我像刚一烧啊，它就马上烧起来。虽然它不会起大火，可是还是会有小火，然后一下子就烧掉一整个大洞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单层的黑色的隔音棉。我们看到第2种这种黑色隔音棉，它的阻燃效果非常的好。像我刚用喷枪烧它，它虽然有变形，可是你看它的厚度还是在，然后它不会起火，就只是会变形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最后要来测试一下这一片，就是我贴车顶棚的这一块有带铝板的，因为我是认为它的隔热效果、防火效果会最好。那我们来测试看看。好，我刚烧这一块，我贴的有铝箔的隔音棉。我原本以为这一块的防火效果会最好，没想到一烧，它竟然烧的比第一块这个白色的隔音棉火还大。它外面这一层号称是铝板的，竟然会起火。那如果这真的是铝的话，应该不可能会起火。所以我刚就去问了淘宝的卖家，我问他说：“你这个铝箔为什么火一烧就燃了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是什么铝箔。塑料，我就质问他到底是铝箔还是塑料，他竟然回我说这只是一个学名，就好像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，是不是很傻眼？那等于说就是被骗了。那我原本以为这个效果是最好，所以我贴了这个号称有铝箔的隔音棉，结果它的效果竟然可以说是最烂的。那我本来想要测试他们的隔音效果哪一个比较好，我本来有准备3个箱子。然后要在里面分别贴上这种隔音棉，那把喇叭放里面，去测试它的隔音效果到底如何。那现在看起来也不用测试，我们在车上如果会起明火的话，就不考虑去用它了。所以就算这种隔音效果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它很多层，然后比较蓬松一点。好，那我刚有上网稍微研究一下，那有问不同的卖家，那其实这种带铝板的隔热棉，它有2种材质。那我车上贴的这个，它叫
玻璃纤维铝箔隔热棉。那有一种是真正的铝板，它叫做压花铝板隔热棉。那个就是真的完全防火。那这个虽然我用喷枪去烧它，它是会起火，可是因为我们喷枪的温度很高，喷枪的温度都有1000多度。那如果是一般的打火机这种小火去烧它的话，它其实它防火的能力还是有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用一般的打火机的火下去烧，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耐热防火的能力，所以它还是有隔热的效果。只是我们用喷枪，它的温度实在太高了，所以它才会起火燃烧。那总之，如果我在装之前我就先测试过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那种压花铝板的隔热棉，那个就是真正的防火。那既然我已经贴了，那就先这样子用看看，看它的隔热隔音效果如何。那如果真的不满意的话，就把它撕掉，塑胶重贴咯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贴这个车顶棚惨痛的经验，那就分享给各位。那假设你们有要贴的话，就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下期见，拜拜。